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一段古文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是我们中学经典的文言文《桃花源记》，作者是东晋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这一篇文章讲述了陶渊明对一个没有战乱纷争的世外桃源的憧憬与向往，以及对于现实社会黑暗的不满。世外桃源一词也因此被用来描述远离世间俗世缠绕的人间净土。但是网络上又流行一种不一样的灵异版的解释，当然这种解释可信度不高，是网友脑洞之作，不过确实挺有意思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细思极恐版本的《桃花源记》。我们从头开始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这一句看似说的是渔人迷路了，但细细推敲就会觉得有漏洞。一个捕鱼为业的渔夫，必然对附近所有的水网河流极其熟悉，对河流长短也应该很敏感。而他只是沿着河划船，居然划着划着突然就忘了距离，竟然迷路了，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会不会是他遭遇了一种可怕的现象，鬼打墙，这才对本来熟悉的路迷失了，而他也就在这种恍惚中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如果你觉得这个解释有点牵强，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这里讲的是渔人遇到了桃花林，两岸数百步全都是桃花，没有其他的树，这里也就是桃花源的入口了。这个场景看起来好像非常美丽，其实却暗藏玄机。要知道，桃树在古代乃是镇鬼辟邪用的，是大凶之兆，寻常人家绝对没有在门口种大片桃花的。再联系一下桃花盛开的时节是4月，恰逢清明，正是祭祀先人的日子，更说明桃花在古代多是作为阴阳相隔的分界线。了解了这些信息，你还觉得大片桃花林是优美动人的景色吗？而且陶渊明喜菊花，他如果要描写一个世外仙境，为什么不以菊花为装饰呢？古代可没有用菊花代指人体某个部位的习惯，这一切只能说明渔人来到了一个幽邃可怖的地界。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其峡，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渔人弃船上岸，从小口进入，一开始通道十分狭窄，又走了数十步才变得宽敞明亮。我们在中学学这段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道路略微有些奇怪？怪就对了，因为在当时只有墓道才会这么修。据《大汉元陵秘藏经》记载，秦汉魏晋时期的坟墓为了防盗墓贼，才会修成前窄后宽的样式，普通人家的房屋村舍绝不可能这么修的。渔人通过的这条通道，不正是一条埋葬死人的墓道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一句写的是桃花源里面的场景，房屋排列整齐，还有美池、桑竹之类的景色。语文老师会说，这写出了桃花源内部一片安然祥和的景象。但我要说的是，古代的村子排列往往很是凌乱，尤其这种在大山中的村子，都是依据地势而建的，做到错落有致是很难的。不过倒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坟地的排列往往是十分规整的，而这旁边呢，又是良田又是桑竹的，依山傍水，又有竹林环绕，岂不更像是墓地的环境了吗？况且桑竹和桃花一样，都是驱邪镇鬼用的。古语云，门前桃桑为大凶。试想一下，在山中一块平旷的土地上，一座座坟茔整齐地排放着，旁边是池塘小溪，四周桑竹环河，是不是很像文章中描写的画面？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提到桃花源里人的服装居然和外面的诗人一样。联系下文中桃花源的人说，他们祖上避秦时战乱来到这里的，再也没有出去过。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他们数百年没出过桃花源，他们的服饰怎么可能与外界相同呢？
东晋距离秦朝已经500年了，服装有很大的变化，古代又没有互联网，桃花源的人怎么知道外界的服装是什么样式的呢？所以这里的解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衣服并不是他们做的，而是后人以现在的样式烧给他们的。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上文说过了，桃花源的人衣着和外人一样，那为什么他们见到渔人会大惊呢？会不会是感觉出来渔人跟他们压根儿不是一种生命体呢？也许有人会说了，一个村子里的人都熟悉了，来了陌生人当然会吃惊。好，先姑且这么解释。之后渔人被邀请去了家中，摆酒杀鸡招待。这里好像看不出什么毛病来，但其实玄机正在下一句上。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询，自云仙氏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桃花源中的人讲，他们的祖上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这才率领所有的妻儿老小和邻人来到这里，不再外出，与外面的人隔绝了。也就是说，他们都只在桃花源里生活，不和外界往来。那最早一批到桃花源的总共有多少人呢？文中出现了一个单位，邑。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9夫为井，4井为邑。9夫指的是900亩地，4井为1邑，大概也就是3600亩地。按照现在的计量单位，也不过区2.4平方千米而已，人口数量不会太多。那试问，500年来他们是如何繁衍下来的呢？一个族群如果要延续，必须保持一个很大的数量，并且不断与外界通婚，否则就会出现近亲结婚的情况。近亲结婚什么结果，想必大家都清楚。要想持续繁殖，就必须保持一个大的数量。且不说他们躲避战乱能不能带来牲畜，就算带来了，能保证繁衍500年吗？所以上文中渔人吃到的酒和鸡，或许并不是桃花源的人做的，而是后人给他们上供的祭品。只要外面的后人还繁衍着，祭品就不会间断。不过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点，既然他们率领妻儿老小还有邻人一起来到桃花源，那说明他们在外面早就没有亲人了。那又会是谁几百年来在给他们上供呢？我们先按下不表，继续往下说。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一句中有好几个诡异的地方。首先是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大家都抢着让渔人去做客，说明他们对外界的事很感兴趣。这就奇怪了，既然对外面的世界这么感兴趣，为什么几百年来桃花源就没有一个人出去看看呢？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桃花源口那一片镇魂驱邪的桃花林，这恐怕才是阻挡桃花源中的人出去的屏障吧。第二一点就是渔人停数日辞去。如果桃花源真是一个美好的人间仙境，在外界饱受生活苦难的渔人为什么要着急离开呢？是不是他在各家不断做客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呢？可能有人会说，他也许是到外面去叫他的家人一起搬到桃花源。我们姑且相信这种解释。接着往下看，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一句话看起来是桃花源中的人在劝说渔人不要告诉外人，但实则是大为蹊跷。如果桃花源中人真怕暴露，他们干嘛留这个人这么多天？把桃花源中的情况一一透露之后，再想起来告诫他不要说。而且渔人知道了这么多，桃花源中人应该强行留住他才是，怎么会放他走呢？最奇怪的就是这一句不足为外人道也，用词非常委婉，也没有强烈的语气，听着根本不会生任何敬畏之心的。所以与其说这是劝告，不如说是一种欲擒故纵。或许桃花源的人正希望渔人把消息传出去呢，原因何在？我们接着往下看。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制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渔人从桃花源中出来后，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了，这就很诧异了。他来的时候迷了路，为什么回去的时候就认路了呢？而且还能到处做标记。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出来后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见了太守。那也就说明渔人辞别桃花源，并非想接家人一同前往，而是察觉到了桃花源诸多蹊跷诡异之处，猜出了桃花源中人的真实身份，因此赶紧逃离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找到，为什么呢？看下一句：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
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一篇讲的是刘子骥前往桃花源探访未果，但不久就病逝了。这里就是《桃花源记》的关键所在了。如果想要表达他没有找到，那就只说未果即可。为什么要说他不久病终了呢？而且他死了以后，连太守都惊动了桃花源，突然就没有了问津者，这岂不是很奇怪？事情会不会是这样的？刘子骥发现了前往桃花源的秘密，那就是必须要死，而其他人发现找到桃花源代价是死，就不敢再问津了。这么一想，就能和之前的情节连上了。最早到桃花源那一批人，可能早就死于乱世之中了，而由于有桃花林镇着，他们出不去，无法获得外界的资源，于是他们就想办法诱骗一些外人进去，再通过他们把桃花源存在的消息传递出去，以此吸引更多的人来找桃花源，而这些人将会在不久后亡故，死后就会来到桃花源生活，而他们的后人就会为他们上供烧纸烧衣服。只要桃花源中缺人了，里面的人就会故技重施。渔人就是被诱骗的人之一，他只是被利用的棋子罢了。桃花源的人需要他把消息传递出去，吸引更多像刘子骥这样的新人前来，而之前所谓的祭品以及烧来的衣服，也都是这批亡故的新人的后人提供的，而不是最初的那批人。看到了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篇文章细思极恐了呢？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这篇文章要求全文背诵。当然，再强调一下，以上只是我们根据网友网络内容分析整合的一篇另类解读而已，其中的观点都是脑洞大开想象的，大家只当是个趣闻听听即可了，不用当真。桃花源记的真实用意还是抒发作者陶渊明对于现实的厌恶，以及幻想一个美好世界的心境。他在写了《桃花源记》后，又做了一首《桃花源诗》，诗与文内容相互呼应，更是表达了他对一个世外桃源的向往。文人本来就是用诗文来寄托情感的，以陶渊明超脱俗世、寄情田园的性格，是不大可能创作一篇恐怖故事来明志的。